商子阳，我是检方律师陆之遥，现在代表律政司跟你谈话。昨天凌晨2点40分，死者李华从海商大厦顶层坠楼身亡。监控显示你在2点05分进入大厦，35分钟后李华坠楼。你身为海城商会总裁，李华是你贴身秘书，对此你有什么解释？律政司将指控你强奸及谋杀2项罪，如果你主动认罪，法庭会酌情减刑。志尧，你刚升了2级律师，这个案子你还是别碰。为什么？律所高层打个招呼。一个25岁的姑娘被一个强奸犯糟蹋致死，这种事谁打个招呼？案子的判罚有很多种，里面的人背景深不可测，你别让我难做啊！警官，我不是警察，老人家，您快起来，您快起来！姑娘，你也是女人，我求求你，一定要为我女儿讨一个公道。我们先走吧。喂，律政司既然委托我做检方律师，我就要负责到底。有问题，我一个人挡着。志尧，志尧，陆之遥。商子阳，律政司将指控你强奸及谋杀2项罪名，如果你主动认罪，法庭会酌情减刑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一个月多少钱？干脆我包养你，价格随你开。按条例，我只问一次，这里有份认罪协议，你要不要钱1分钟之内，我们的包养协议还是有效的。是你杀！你以为有2个臭钱就可以为所欲为？检验报告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尸体上的精液跟你的检测完全符合，可以确定你就是最后一个接触过李文的人。这次你别想脱罪。美人，你有男人吗？跟你没关系。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要是有男人，就应该知道想让一个男人留下那种证据，会有很多种方法。要不要我示范给你看一下？身长，你放手！要不要我示范给你看一下？身长，你放手！开门，我要见我的当事人。美人，我的律师来了，今晚恐怕不能陪你了。没乱说话吧？当然没有，我心里有数。商子阳，你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，我一定亲手把你送进大牢。你好，我是谢子君律师，我已经为我的当事人办理了取保候审，如果有任何问题，检方可以随时联系。你果然厉害，能请到律政之花来帮你打这场官司。她不仅是我的律师，更是我的情妇。我都这么担心了，你怎么还这样？等赢了这场官司，你想怎么折腾都行。你说，她跟李华谁更漂亮啊？你想说什么？在海城，就没有我睡不到的女人。我干嘛去强奸一个小秘书呢？想要定我的罪，再多找些证据吧。商子阳，我一定把你抓进大牢，还死者一个公道！报告审判长，庭前准备工作已经就绪，报告完毕。大家坐吧。检方律师，
你可以开始了。被告商子阳，等等，没有什么，我承认，李华坠楼的时候，我就在现场。我承认，李华坠楼的时候，我就在现场。子阳，把嘴闭上，别坏我事。其实事情很简单，总裁和秘书男欢女爱，你情我愿。我睡了李华，也给了他钱，可他想要更多，我不肯妥协，还用跳楼来威胁我。谁知道他真的失足摔了下去，摔得4分5裂的，我想救他也来不及啊！法官阁下，被告的证词前后矛盾，很明显是在说谎。案件清晰明了，稍后本席将会对案件作出裁决。现在休庭。法官阁下，死者身上有多处淤伤，很明显在临死前遭受过强烈暴力，案子疑点重重，怎么能轻易作出裁决？陆律师，你应该知道，疑点利益归于被告。如果你没有决定性的证据，就别再纠缠。法官阁下，商子阳，你到底在隐瞒什么？本席宣判，被告商子阳过失致死罪名成立，判处有期徒刑7年。这跑腿小哥的手捧花怎么还没有送来呀？算了，不等了。不行啊，芷瑶姐，没有手捧花不吉利的。小伙子，你这一单是新娘子的手捧花，再磨蹭就要迟到了。急什么呀？又是老子姐。志瑶，你听我解释。老婆，你听我解释。之遥，之遥，等等我！芷瑶姐，婚礼马上开始了，你去哪儿啊？之遥，听我解释嘛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孙成，我们的婚礼取消！芷瑶姐，你疯了！全城律所的同行能来的都来了，这个时候取消婚礼，怕是要被同行取笑一辈子了。刚看见他跟别的女人搞在一起。什么？陆之遥，别把自己弄得跟受害者一样。阿成他不欠你。李晴，你再说一次！暴躁的男人婆，难怪没男人爱你。去死！陆之遥，陆之遥，一言不合就动手打人，你这臭脾气能不能他妈改改？孙晨，在婚礼上胡搞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傻，从现在起，我跟你一刀两断。谁订的手捧花？跑腿的，能不能有点眼力见？现在还需要手捧花吗？老子只管送货。新娘子，你的花。麻烦给个好评啊！我承认，李华坠楼的时候，我就在现场。这个男人不是海城商会的总裁吗？怎么会变成一个跑腿的？那个跑腿的要好评是吧？把
把这个混蛋揍一顿，我就给你好评。哼，那个跑腿的，这里不关你的事，拿钱，滚蛋！美人的吩咐，当然得照办。美人的吩咐，当然得照办。你狗孙子！我告诉你啊，别逼老子废了你！得了吧，能废我的人还没出生。这就心疼了，你这女人真够没出息的。志阳，你听我说，咱爸妈都已经把亲戚朋友的份子钱收好了，你这时候取消婚礼，钱都得退回去。我答应你，只要过了婚礼之后，你想怎么着，我都随你。孙晨，到现在了，你还在算计彩礼，你对得起志瑶姐吗？婚礼不必取消，其他的事了。几万块的戒指说扔就扔啊？拿去卖钱不好吗？不关你事。被一对狗男女欺负成这样，你大律师的威风到哪儿去了？你这个杀人凶手，有什么资格看我笑话？哎，法庭判的是过失致死，你要再这么诬陷，小心我告你诽谤。知不知道李华妈妈得了失心疯，还每天在大街上拿垃圾当饭吃？你强奸杀人却只坐7年牢，上次样，你良心不会痛吗？当年要不是你撕咬着不放，我也不会被判7年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杀人的证据你找到了吗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杀人的证据你找到了吗？如果有证据，我会立刻申请判你死刑。你好像巴不得把我咬死一样。有没有这种可能？我是无辜的。如果你能证明你的无辜，我陆之遥一定负荆请罪，这辈子给你倒牛做马。好，这是你说的，记得给个好评啊！你知不知道你这一个差评我得多跑50单啊？商总不是很得意吗？可以让你的情妇律师听从。之前那些人可能不会再见了。众叛亲离啦，你这个真是大快人心！乱说话遭报应了吧？上车，送去医院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这是杀人凶手！谁允许你碰我的？放下！不怕我只对你一个人。其实我是个好。他怎么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？坐稳。你占我便宜！红灯。7年前的案子，大姐，能不能别总想着把我绳之于法？你刚在婚礼上被人甩，关心一下自己吧。想哭就哭吧，哭出来可能会好受一点。
我说你这眼泪可真够多的，一个渣男而已，至于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只是想痛。咱们刚交了房子首付，车就缓一缓不行吗？哪怕上下班骑电瓶车也行啊！结婚没车怎么行？你见过谁娶老婆骑电瓶车的吗？刚才那是什么事儿？你没看那女的哭成啥样了？就到这儿。你住这里啊？这是我以前租的公寓，本来搬去婚房，幸好没来得及退掉这里。不用送我上去。今天谢谢你，但一码归一码，如果找到证据，我会立刻提出7年前案件重审。再见。我说了不用送。虽然我现在处于感情脆弱期，也不可能看上你这种人。你，其实别动！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给你改评价。您已收到新的评价。好了，到此为止，别再跟着我。你干什么？听实话。想睡觉。你以为送我回家，我就会跟你睡觉？你简直恬不知耻！谁说我要跟你睡觉了？那你干嘛跟着我？为什么你们个个都欺负我欺负你，那你怎么不喊非礼啊？我？打算怎么补偿我呀？我补偿你？福利署安排我要跑100单好评，才可以摆脱这倒霉差事。就因为你一个差评，我得多跑50单。你说你该不该补偿我？我不是已经改评价了吗？改评价也会留下记录呀。那你清就清了，还能怎么样？我想，您有新的订单，请尽快派送。等我想好再告诉你啊。对了，那个小三说你是男人婆，我看不像，你还蛮有女人味的。喂，李华的案子，你可不可以把全部事情告诉我？陆律师，你越界了，有证据就告我，我随传随到。为什么他给我的感觉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？难道他真是无辜的吗？志瑶，你终于约见我了。芊芊，快出来，志瑶来了。志瑶姐，先坐，我给你倒茶。房本上有我的名字，我是主人，应该我给你倒茶。哎，志瑶，这样说话就生分了不是？来，坐坐坐。跟你们很熟吗？谁让你用我的面膜？志瑶姐，是我的不好，我给你道歉，你别生气了。这对狗男女动什么心思呢？废话少说，我今天是来谈财务分割的，还有这房子。志瑶，这感情的事儿嘛，不分对错啊。既然事情都已经闹到今天这个份上，我也就不瞒你了。芊芊呢，刚怀孕。
她怀孕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志瑶姐，我们也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给孩子一个家。这房子，要不就让给我和芊芊住了，都是为了孩子嘛。原来是打房子的主意，难怪对我这么客气。这房子你们睡过了，我也没打算要。首付我出了70%，贷款我还到这个月为止。拿70万给我，咱们两清。志颖啊，你看啊，这孩子生下来，奶粉得要钱吧，上学得要钱吧，这往后的日子开销还多着呢。你这时候光我们两口子要这么大一笔钱，不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吗？对呀，志瑶姐，不看僧面看佛面吗？孩子是无辜的呀。所以现在是渣男和小三光明正大住进我的房子，我还要考虑你们的孩子和以后的日子。你们觉得我是傻子？和以后的日子，你们觉得我是傻子？这样啊，这样说话就没意思了啊。那我该怎么说？感谢你在婚礼上胡搞，感谢你们没脸没皮。我跟阿成是真心相爱的。另外呢，我对你没有恶意，伤害到你的我很抱歉。可是这孩子，别跟我提孩子，孩子是你们的，责任也是你们的。我要拿回我的钱。陆之遥，忍不住了，继续演啊！好你个陆之遥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是这样一个物质的女人，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？对你这种狗男女要什么同情心？我就是物质。我现在收拾东西，70万限你2天内转给我，否则咱们法庭上见。这怎么办呀？要不搞点迷药把他迷晕，然后拍点阴私照威胁他。你疯了？他是律师，你想坐牢吗？那还能怎么办呀？什么破搬家公司，都这么久还没来。美人，是你叫我特快搬运？怎么又是你？你在跟踪我？就算你是大美女，不用这么自恋。手机尾号8848是不是你的？我叫的是搬家公司，你不是跑腿的吗？你叫的是小件搬运，搬家公司外包给了跑腿公司，订单又给了我。走吧。我这么大箱子，1辆电动车。为什么总是跟他在一起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？这也太诡异了。所以现在是渣男和小三光明正大住进我的房子，我还要考虑你们的孩子和以后的日子。你们觉得我是傻子？这样啊，这样说话就没意思了啊。那我该怎么说？感谢你在婚礼上胡搞，感谢你们没脸没皮。我跟阿成是真心相爱的。另外呢，我对你没有恶意，伤害到你的我很抱歉。可是这孩子，别跟我提孩子，孩子是你们的，责任也是你们的。我要拿回我的钱。陆之遥，忍不住了，继续演啊！好你个陆之遥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是这样一个物质的女人，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？对你这种狗男女要什么同情心？我就是物质。我现在收拾东西，70万限你2天内转给我，否则咱们法庭上见。这怎么办呀？要不搞点迷药把他迷晕，然后拍点阴私照威胁他。你疯了？他是律师，你想坐牢吗？那还能怎么办呀？什么破搬家公司，都这么久还没来。美人，是你叫我特快搬运？怎么又是你？你在跟踪我？就算你是大美女，不用这么自恋。手机尾号8848是不是你的？我叫的是搬家公司，你不是跑腿的吗？你叫的是小件搬运，搬家公司外包给了跑腿公司，订单又给了我。走吧。我这么大箱子，1辆电动车。
为什么总是跟他在一起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？这也太诡异了。这一路肩膀都给我拉废了。送你上去。不用，我自己可以。按规定得送货上门，我可不想被你差评再跑50单。等一下，好像有哪里不对劲。他这种享受过荣华富贵的人，怎么会甘愿当一个跑腿呢？当年要不是你死咬着不放，我也不会被判7年。一个左拥右抱的男人，在牢里憋了7年，现在有意无意接近我，难得他故意装出好人的样子，其实想找机会把我囚禁起来，对我做那种事。天哪，陆之遥，你可长点心吧！到这里就行了，我会给你好评。还是先给他个好评，免得他又纠缠。您已收到新的评价。您已收到新的评价。你怎么还在这？你不是住3楼吗？我太久没回来住，楼层记错了。怎么不进去啊？忘记密码了。那我帮你开锁吧。不用，我老公在家，他会帮我开的。你老公？哦，这是新的老公，昨天刚认识的，他就在里边，他随时会出来保护我。干嘛要撒谎呀？你就这么怕我？没有，我只是……你要是进不去，不如我们……你别动啊！我叫人了。喂，保安大哥吗？我家门口有色狼。色狼，色狼，就坐在这儿。起来了！你说他是色狼？有保安大哥在这儿，你别乱来啊！你无缘无故电我，到底谁乱来啊？保安大哥，他一路跟踪我到家门口，快把他送到派出所去！陆小姐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这位商先生就住在你对面，你们是邻居啊。邻居？我不知道咱们是邻居，还以为你在跟踪我，对不起啊。陆律师，你现在可是故意伤人，一杯白开水就把我打发了？要不我给你加点茶叶？你是律师，怎么赔偿你最清楚。还有上次那个差评，你要是不拿出点诚意的话，我们法庭上见。喂，你别得理不饶人好不好？明明是你形迹可疑，我才正当防卫的。再说点小伤而已，都我把自己赔给。你这个提议不错呀，毕竟我都7年没碰见你了。你别想再欺负我，这杯水当给你赔罪，喝了就赶紧离开。对不起，我给你擦干净。怎么不擦了？这个是我前任的内裤，你说我什么时候塞这儿？
去拿毛巾。你在什么？我说过，我7年没碰女人了。你这人出来这么多天，不会去找外面那种花菜。陆律师在教我怎么犯法呀？不好吧？这是人渣，不可以。您有新的订单。先走了。喂，有事儿？已经2次了，你说亲就亲，说走就走啊！你再忍忍，晚上再来找你。你无耻！把我当什么人了？当然是当老婆了，不然还能当什么？先走了，不然又是50单。谁说我嫁给你？我把他变成那个样子，炖汤给他喝也是理所当然，又不是真给他当老婆。难道还不允许他改过自新？都这么晚了，你该回来了吧？网上的女人都说喜欢干净的男人，还是换件衣服比较好。子阳，好久不见。进去坐吧。很晚了，没什么事你就先回去吧。为什么不找我？找你干什么呀？当年的事你不让我辩护，是为什么？是不是因为郑德？我现在没钱请律师，你如果非要聊这个案子的话，吃亏的可是你谢律师啊。你觉得我来找你是为了钱？否则是为了什么呀？你别明知故问。我现在就是一个穷跑腿的，你别告诉我你还喜欢我。商子阳，我这辈子都只爱过一个男人，你别想甩掉我。爱，口说无凭，做给我看看。爱，口说无凭，做给我看看。果然是这种人，陆之遥，你真傻，竟然信他的鬼话。不，在里面关了7年，难道你不想吗？想，但不是跟你，我还有事要忙，你先走吧。我都已经自己送上门来了，你还有什么事要忙？忙着跟别人求婚，行吗？你真是让我感觉自己很贱呢。再见。差点没把持住。
志阳，你也算经过风浪的大律师，干嘛跟个人渣怄气？一个坐过牢的死跑腿，他也配合我炖的汤。钱啊！这才几分钟，不仅完事儿了，衣服都换了，你还挺快啊。什么挺快？少啰嗦，有事吗？请我吃顿饭。你用你前任内裤给我擦脸的事情，我可以不追究。做梦！这女人什么情况？喂，陆志阳，莫名其妙。太晚了，我不想出门。原来是嫌我来晚了，别这么小气嘛！我知道一家很好吃的饭店，这会儿去不算晚。不如我做饭给你吃。假装生气，原来是想亲手给我准备爱心晚餐呢。也好。尝尝我的手艺。死了！不敢猪头，玩弄感情，随便乱挑。好艳艳的猪舌头。这可是我第一次为男人下厨，肯定要吃光。好，好。好吃。我尝尝。这玩意能吃吗？老婆，你生我气了。老婆，你生我气了。谁是你老婆？放开我！你是不是看见什么误会了？我跟你费劲费故的，有什么好误会？让我想想啊，你看见那个女人来找我，吃醋了？你少明着故问。你们女人可真奇怪，一边说着明知故问，一边又要有人问。谁要你问了？你应该问你的情妇律师去。我才跟他待了几分钟而已，你不会这么小瞧我吧？要不咱俩试试，你就知道我跟他没什么了。是什么？谁要跟你试了？说了我不是随便的女人。怕我不负责任吗？陆之遥，愿不愿意嫁给我？搞什么？怎么好端端的就跟我求婚啊？糟糕，心跳的好快，他是不是对每个女人都这样啊？你就是会随便跟人求婚吗？我想好了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生命中唯一的女人。这也太突然了。等一下，戒指有点眼熟。这不是孙成送我的没吗？上面还刻着年月日呢。你捡人家扔掉的戒指来求婚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当然没有搞错了。那天在酒店见到你，我就认定你了。咱俩一起过日子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人渣，去死！你干嘛？你没事，听我解释嘛。我不想再看见你。说翻脸就翻脸，
我勤俭节约有错吗？都怪那个人渣，气得我夜没睡好，一天工作没状态，伤了风。这个季节的风最伤人，晚上盖好被子，别着凉了。谢谢。顺便就别挤地铁了，我送你回家。不用了，你工作那么忙。我正好今天有空。志尧，你婚礼上的事我都听说了，往好处想，以后可能会遇到更好的人。谢谢关心，那件事我已经不在意了。婚姻大事本来就要慎重，像你这么优秀的女人，应该找一个稳重又有能力的人。志尧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志尧，等等，我现在没心思谈这些。药拿着，吃一片，明天早上就会好。我睡一觉就没事了。志尧，只是同事之间的关系，这点面子也不给我吗？谢谢。志尧，我喜欢你好久了。你放开我！志尧，有我都是律所的头牌律师，在一起会很幸福的。你再不松手，我喊人了！你之前选那个渣男还不够吗？换我来照顾你，给我个机会，好不好？找死！老子的女人也敢碰！找死！老子的女人也敢碰！没事吧？商子阳，你先上去。商总，我们之间的事儿好像跟你没关系。你纠缠他，就是跟我有关系。你凭什么？我是在帮你啊，你别不知好歹好不好？商总，你刚从牢里边出来，脾气得收敛一点。我可告诉你，你现在不是什么商事大总裁。我警告你，你要再缠上这个女人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他有钱有事业，我喜欢被他纠缠，轮得到你一个跑腿的来管？志尧，刚才是我太心急。我累了，你先回去吧。鬼叫什么啊？你对我做什么了？鬼叫什么啊？你对我做什么了？还能做什么？当然是做一个男人该做的事情。你混蛋！人渣！你别过来！话说，我刚才那么用力，你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？我要告你强奸！喂，你高烧加上贫血，要不是我拿酒精给你擦身体，你哪能好这么快啊？我说，刚刚是给我擦酒精。医生说得用力擦才有效果，你看我手都擦红啊！你骗我！哪来的医生啊？
大姐，你难道不知道手机可以在线问诊吗？怎么说？我没有。你要是现在想要我身体的话，其实也可以。不要！那可惜了。不过说起来呀，你皮肤倒还挺不错的。出去！你刚发完烧，得出点汗。酸汤和辣汤，选哪个？辣汤，谢谢。酸儿辣女。其实我喜欢女儿。又给你生孩子。我也觉得女儿比较好。都这么晚了，商子阳，买碗汤而已，不用这么久吧？难不成又去送单了？我们也是拿钱办事，别人不希望出现在海城。你现在过来一趟。伤口太深了，不去医院的话可能会感染。我刚出狱，还在观察期，去医院会麻烦。知不知道是什么人？商子阳，你在里面吗？商子阳，你在吗？电话不接，家里又没人，得去哪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陆律师，好久不见呢。商子阳人呢？他太累，睡着了。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事。你跟他是什么关系？当然是男女关系啊。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不打扰。陆律师，你深更半夜来找我们家子阳，你跟他又是什么关系？邻居而已。我让你打发他走，没让你跟他说那些。你怕他有危险，连累他，所以叫我来。他病还没好，我这个样子怕吓到他。狗男人，你是不是忘了是谁让你在里面关了7年？这件事情跟他没关系。你上次说要求婚，不会就是跟他吧？就喜欢明知故问。行，那让他来照顾。喂，老子7年前让你赚了那么多钱，不会连这点忙都不帮吧？你也知道那是7年前的事儿。是时候去见我干爹了。这样，明天刚好，应该多休息几天。我知道你在听，我还有事要忙，晚点跟你解释。在家好好等我。不要在家等。这里还是老样子。人挺肥，是吧？啊！子阳，终于回来见我了。干爹，
好孩子，干爹让你受委屈了。干爹哪里的话，我这条命都是您给的，为郑家赴汤蹈火也是应该的。坐下说，坐下说。子阳啊，出狱那天，我派人去接你，怎么躲起来了？说实话，是不是还在生干爹的气啊？哎呦，这谁回来了？杨哥，你回来太好了！哎，这些日子去哪了啊？我都找不到你。你不是知道我住哪？你不是知道我住哪？开什么玩笑！哎，我要知道你住哪，我就去找你，把总裁位置让给你了。他说的倒也没错，你对商会有功，又吃了这么多苦，今天不止应该恢复你总裁的身份，我郑家的产业也要全部托付给你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海城分会的会长，海城的所有资源都归你支配。干爹，我今天来就是告诉您，我打算离开海城，我不想再和这里有任何的瓜葛。您的好意我也心领了，郑家的东西还是应该交给阿义手上，他才是您亲儿子。知子莫若父，这个兔崽子连你的脚趾都比不上，这么多的生意，我怎么放心交给他？杨哥，没有你我搞不定了。你是担心搞不定生意，还是搞不定我呀？别开玩笑了。干爹，我主意已定，咱们就此别过。子阳啊，我也知道我劝不住你，如果你改变主意，随时回来找我。杨哥，去哪？我送你啊。大家路不同，还是不必了。身上的伤好了吗？上车。这一晃这么多年过去啊，那小时候我跟在你屁股后面，像你小跟班似的。有话直接说，没空跟你叙旧。郑家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就是郑家的一条狗。说下去。老东西上年纪犯糊涂了，要把家业传到一条狗身上，我这当儿子的不可能不管。所以你就想要我的命？我在牢里遇到那些麻烦，都是你安排的。你就不该回来。我欠郑家的7年前的事情，再加上昨晚那一刀，早已还清。今后我们各走各的路，你可以让我下车了。商子阳，没想到你爱美人不爱江山，滔天的权势，泼天的富贵，说不要就不要了。你想说什么？我知道你天不怕地不怕，我只是提醒你，要是扮猪吃老虎，暗地里搞些小动作，我会先拿你那个律师女朋友开刀。我没打算跟你争什么，不过凭子君在司法界的地位，我不相信你敢动。我是说那个姓陆的，我跟那个人只是邻居。你从出狱的第一天开始，我就一直看着你，你瞒不过我的。你敢动他一根汗毛，我会让你死。生气就对了，证明我没猜错。过些日子我会离开的，今日是你在海城见我的最后一面。商子阳，你最好说到做到。志尧，我有话对你说。志尧，私闯民宅最高可以判刑3年。别闹了，志尧，跟我走，我们去其他城市过新的生活。商子阳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我知道，你愿不愿意？
不愿意。我帮你收拾东西。你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一边照顾我，一边又去睡别的女人，现在又叫我跟你离开。商子阳，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你说的哪句话是真话？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。我被人跟踪，然后挨了一刀，我怕他们对你不利，所以我没有敢敲你的门。这些鬼话留着哄你的情妇去。事情我都告诉你，你还要闹什么？放手！放开我！人渣！你干嘛非要招惹我？你知道我想着你跟别的女人在一起，心里有多难受吗？我知道。你知道我想着你跟别的女人在一起，心里有多难受吗？我知道。老婆，哭够了，咱们就进屋。啊！谁是你老婆？你再配不上我。你再打我可就要还手了。喂，你别装蒜啊！你的事还没给我解释清楚呢。你怎么了？怎么会搞成这样？还有没有王法了？都说无益。等我们离开了海城，我会把事情原原本本都告诉你。哭什么？心疼我了？我不知道你身上有伤，刚才还打了你。现在相信我了吧？这点小伤，不用包得像木乃伊一样吧？闭嘴！你先休息一下，弄东西给你吃。身上有伤了，你弄什么？你跟不跟我走？我要考虑一下。还考虑什么啊？万一你又丢下我去找别的女人，那我……等一下，我还没准备好。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只需要躺着就好。您有新的订单。订单？去他的订单！醒了。我帮你写一份申请报告，交给福利署，这样你就不用再送单了。你想去哪个城市？这里好歹有份工作，离开了海城，让我跟着你挨饿。就你这点小胃口，我分分钟喂饱你。讨厌，人家说什么你说什么。对了，我有件事想问。你又想问李华的案子吧？我都是你的女人了，你还要瞒着我吗？好，我告诉你，我待李华就跟亲妹妹一样，她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那她是自杀？其他事情等我们离开了海城再说吧。你只需要相信我是好人就行了。我相信你。志瑶，案件我都交给妙妙了，有事你问她好了。志瑶，你怎么突然就要离职啊？这是我的私事，不方便解释。哎，志瑶，还有事吗？陆志瑶，我追了你那么久，你都跟我假扮高冷，现在说走就走，没那么容易。志瑶，我知道你离职了，我不该麻烦你，但是你能不能最后再帮我一个忙？帮你什么？之前有份合同，
一直是你在负责。你走了再办见证转移会很麻烦。你现在能不能陪我去把字签了？好，谢谢。请。他一个大男人，家里竟然收拾的这么干净，比某些人可强多了。走吧。先喝点水吧，我去拿见证书。搞什么？拿到见证书了吗？刘子明。刘子明，你别吓我啊！陆之遥，冷静！志瑶，你在那边干什么？我去个趟卫生间。卫生间啊，在那边。哦。接电话呀！喂，尚姐啊，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糟了，一定是下午给那辆传了太多文件，又挂了。志瑶，好了没有啊？就好了。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见证书赶紧。对，差点忘了。签好了，再见。志瑶，我喜欢你好久了。志瑶，我喜欢你好久了。计划留下，我们好好聊。你是不是想做事犯法的？非法拘禁和强奸的案子，我都打过很多次，要脱罪了也不难。志瑶，你可别忘了，这个链接吧，还是我让你买的。你放着我这样成熟的男人不要，去跟一个丑奴腿的不清不楚，你脑子是有问题吗？这个一贯禽兽！好啊，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做一贯禽兽。世瑶姐，你这一走可把我累垮了。
他是之遥的朋友。陆之遥呢？你不是那个跑腿的吗？你找之遥姐有什么事儿吗？他人呢？之遥姐今天一早办离职就走了，出什么事儿了？糟了，肯定是正义那个混蛋。杨哥，你今天过，说，把老子女人藏哪儿了？杨哥，你今天过，说，把老子女人藏哪儿了？沈子阳，你发什么神经啊？有话直说，别搁这演戏。我说过了，你敢动我女人，我让你陪葬！吵什么？子阳啊，你先松手再说。干爹，他找我女人，这种事不是爸，我冤枉了。他表面上离开商会，实际上是想耍手段把我踢走，霸占甄家的一切。我早就知道你不甘心了。今天你要是不把我女人交出来，天宝老子也保不住你。阿义，我知道你对子阳有看法，但是不要为难女人嘛。不是爸，你信他不信我，我压根都没干过。子阳啊，会不会是搞错了？干爹，我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的女人要是出了任何意外，今天我不让你陪葬。像子阳，演技不错啊，弄个绑架女人的罪名污蔑我，想要什么直说可以吗？要是让我查到真的是你做的，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！志阳，我期待这一天，期待了好久。子阳，你在哪儿啊？子阳啊，看样子不像是阿姨做的，要不我们报警？警察要24小时才会立案，我怕他等不了这么久。我倒是可以动用商会的力量帮你，但是我帮了你，你也得帮我呀。你知道，我年纪大了，商会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人来打理。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当这个会长的话，这样，我让阿义退下来，你继续出任商会的总裁，你觉得如何？陆之遥，不可以让我的过去连累你。你既然是我的女人，我一定要护你周全。好，让他退下来，我重新出任海城商会总裁。商子阳，你欺人太甚。3分钟之内，给我把这个女人找出来。是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啊！给我打！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。陆之遥，他妈吓死老子！哎，慢点。不要走，我头一次替女人耍瓦，你别碍手碍脚的，行不行？我不管，反正你就是不能离开我。没被人占便宜吧？那个畜生狡猾的很，找了一堆理由脱罪。不过，我已经叫人断了他的生路，你以后不会再见到他了。
我们什么时候离开？休息几天再说吧。对了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过几天我带你去见一个人，你就明白了。不会是见他的家长吧？我哪辈子能住上这么大房子啊？喜欢给你买一套，就靠你跑腿挣钱，连我脚下这块地毯都买不起。嫌你男人没出息啊？我是允许你当个吃软饭的。子阳，干爹，原来这是他干爹的家，真是见家长啊！你小子好福气啊，难怪那天那么着急。干爹，你叫之遥对吧？形象好，气质也好，你这个干儿媳啊，我算是认下了。来，这是见面礼，你收下。干爹，心意我领了，这卡我不能收。你们两口子呀，那说话的口气如出一辙。不过这200万是有点少啊。多少？没关系，干爹还有。来，这些你都拿着花去，不够再问干爹要。这干爹一片心意，就别推三阻四的了。拿着。谢谢干爹，我这是放上大款了。这么说，你是为了救我，才答应回商会帮你干爹的忙？我不太明白，你为什么不想回来？当有钱人不好吗？有钱未必自在，而且你担心那个叫正义的，他不是被你干爹强制送出国了吗？那小子确实是个麻烦。干爹看出他对我有看法，所以把他送出了国，好让我安心打理生意。你恢复了身份，又能像以前一样呼风唤雨。如果你改主意的话，改什么主意？以后你的身边肯定不缺女人。如果哪天有了新欢，就告诉我，我一定不会纠缠。有钱人当然应该3妻4妾了。等我再多找几个美女，大家床上挤一挤也暖和。那多来几个帅哥也行喽。我没问题啊，人越多越刺激。觉得自己配不上我？配不上拉倒，分手就趁早。生气了？老子就喜欢看你生气的样子，让我看你一辈子好不好？等我变得又老又丑，你还愿意看啊？在这世上，什么事情都会变，但我对你的心意永远都不会变。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会养你一辈子，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我相信你。对了，身份证带了吗？你要干嘛？你让我拿证件，是要买房子？既然离不开纸醉金迷的生活，那就应该好好享受。20万一平，这房子金子做的吗？这么贵啊？挑你喜欢的，别给老子省钱。谁让你乱动的？你们有预约吗？陆之遥，还真是冤家路窄。你们认识？他就是之前那个不知廉耻的小三。哦，那我还应该谢谢他呀。要不是因为他，你还不会跟我在一起。你不是那个臭跑腿的吗？陆之遥，被孙成甩了之后，你也不用这么自暴自弃吧？
找一个这样的底层货色。注意你的态度，现在我们是客人，你是要提供服务的。想触我眉头啊，老公？怎么了，老婆？你的老相好带人来找麻烦。陆之遥，你还真跟一个穷跑腿搞到一起去了？和谁在一起是我的自由，但我要提醒你，如果再对我男人出言不逊，我会告你寻衅侮辱罪。陆之遥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某人刚丢了工作，现在只是一个3、5人力，你冲我耍什么横？倒是你啊，今天看上去人模狗样的，没丹药送啊？今天正好休息，那就哪凉快哪待着，别让我亲自把你轰。那就哪凉快哪待着，别让我亲自把你轰。上一个跟我这么说话的人，脑门上已经缝了7根。你以为老子是吓大的吗？告诉你，我是这个销售部的经理，知道这是什么概念？这可是海城商会的地盘，我老公在这当经理，相当于商会的5级会员，跟海城第一正家也略有交集。哎，老婆，不是跟你说过了，要低调。这2个底层的废物还没有资格知道这些。哦，原来这个渣男是你手下员工啊？没什么印象呀，可能是外包出去的牛马。跑腿的，牛皮别吹破了。照你这话的意思，你是商会总裁了？你觉得呢？别跟这个渣男浪费时间，不如换个地方看看。不用，如果觉得他们碍眼的话，咱们换了整个销售部。你个臭跑腿的要不要脸？鼻孔里插葱，装什么蒜？白是我，帝王道外的销售部马上终止合作。还真把自个当总裁，信不信我马上就让你自杀？什么？你们要终止跟我们的合作？看完房子，咱们去挑衣服吧。哥，总裁哥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高抬贵手，饶了我这一次，好吗？你这是要给我道歉吗？是道歉。那你应该……我知道，像你这样的势利眼小人我见多了，你还不配让我生气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总裁哥。知不知道一个男人最大的过错是什么？那就是让自己的女人流泪。你应该道歉的人是他。你应该道歉的人是他。志阳，过去的种种都是我的错，我该死。但芊芊她刚怀孕，我求你，看在咱们过去的情分上，别砸我的饭碗。志瑶姐，你们这套业务挺熟练啊。什么业务啊？之前我找你分割财产，你就说这个小三怀孕了，现在又怀孕，短短几个月时间，你们挺能生啊。我当初是流产。你少跟我来这套，哪凉快你待着去。小刚，我们走。好。志瑶，志瑶，还以为你要原谅他们呢，差点一巴掌打醒你。你当我缺心眼啊？没用废物，找不会工作，你也给我上街当跑腿去！公主请更衣。这个不错呀。怎么办？我太喜欢这家店了，
他们送过来的衣服我都喜欢。买单。商总，您要买哪几件啊？买下你这家店。这得问一下我们老板。现在我就是你的老板。是商总。干嘛跟暴发户一样？哪天钱花光了怎么办？我要是没钱了，就拉你去卖血，或者我吃点亏，做你的小白脸。让我看看够不够帅。住大房子喽！好舒服啊！你想要的都有了，下面跟我想要的。等一下，好像还缺一样东西。是吗？那这算不算求婚呢？那人家年纪也不小了，跟你不清不楚算什么呢？等我试完了床，咱们就去领证。大白天的，谁要跟你试床？试过了，要负责任的。对，好，我这就去，洗洗干净，等我回来办。怕你。走了。叮当，去他的叮当！他做回了总裁，当然比以前要忙了。男人就让他去忙事业，敷个面膜先。还没回来，他一定有要紧事处理，还是再等等吧。他一定等急了。这2块石案，对了，是那个时候，把尸体扔下去，伪装成跳楼自杀的样子吧。听到没有？动手！你们2个真是不知死活呀！住手！不准在杨哥屋里。孙国要回来也不说一声，我好去接你。不必麻烦杨哥啦，所以我就先拜访嫂子喽。孙国要回来也不说一声，我好去接你啊。不必麻烦杨哥啦，所以我就先拜访嫂子喽。干爹让你回来的。老东西巴不得我一辈子都待在美国，不知道怎么搞的，那边发生了一场山火，一直烧啊烧，房子车子都烧没了，我就不得不回海城了，看有什么可以帮杨哥咯。之前的事情呢，是我错怪你，给你道个歉。几天不见，搞什么见外？当然只是客套一下。你这么聪明，当然知道不能引火烧身了。小子呀，让我拿你没有办法，但是连女人就不一定有你的命那么大了。女人嘛，我有的是。之前是演戏给干爹看，就是为了踢走你。至于这根棋子，你能搞定更好，也省下我一笔分手费了。你既然下定了决心跟我斗，之前我爸把会长给你，你怎么不要？你真是蠢的可以。当然是要先泼你脏水，让干爹更讨厌你，
会长这个位置，我才能做得更安稳。小杰啊，真是好丧气。走着瞧。你回来了，菜都凉了，我给你热热。不必了，我没什么胃口。他怎么怪怪的？等等，志瑶，对不起，为了保证你的安全，接下来这段时间我必须疏远你。今天累了，早点休息吧。 한없이 후련 생각이 들어도 한번 该给他准备早餐了。子阳，一个坐过牢的死跑腿，他也配合我炖的汤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只是想偷。在这世上，什么事情都会变，但我对你的心意永远都不会变。看来这世上没有什么是永远不变的。不用送到家里，把花包起来，我会去拿。人渣，原来是外面有狗了。谢谢。慢走啊！没想到这跑腿的小伙子竟然也开上了豪车。老板，我想问一下，刚才那个人买的是什么花？姑娘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哦，我想买一束跟他一模一样的。哦，这样啊，他刚才买的是白玫瑰。这种花通常是送给爱人的。白玫瑰象征纯洁的爱情，刚才那位客人每个月都要买一束，谁当了他女朋友一定幸福死了。不过你别看他现在光鲜衣着，以前就是个跑腿的小伙子，还得是他女朋友有眼光啊。他每个月都会订一束吗？男人有钱就变坏，全世界都没例外。原则问题，坚决不能原谅。今天必须跟他说清楚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得去干爹那儿一趟。商子阳，狗男人，不会心虚躲起来了吧？商子阳，干爹。你怎么了？对我妈干了什么？我没有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进了书房，看见干爹倒在地上，其他的事我就不知道了。你无缘无故去别墅干什么？去找你分手。以为我不要你了？你走吧，程序我比你熟，我自己能应付。现在还跟我怄气呢？我之前疏远你，是为了你的安全。为了我的安全，要每个月给别人送玫瑰花吗？你发什么脾气啊？知不知道他们在告你谋杀？
什么？郑毅说，听见你和干爹在书房吵架，而且凶器上都是你的指纹。我没有。我当然知道你没有了。他们想陷害的人是我。那根拐杖，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杨哥，一枚棋子而已，搞这么紧张干嘛？杨哥，一枚棋子而已，搞这么紧张干嘛？说，哎呦，你敢动他，我让你死！你女人杀了我爹，你要来杀了我，张子阳，你要让我郑家灭门呐？啊！连自己亲爹都不放过，你还真是禽兽不如啊！天下皇人难不过你，但到了法庭上，凡事得讲证据啊！别在这动手，会有麻烦。谢谢嫂子关心啊，但你还是得替我爹偿命。把自己变成孤儿，我还是头一次见你这种人。我这种人有什么不好？总比某些要死的人强吧？该死的人是你，上子阳，眼看着自己的爱人被判死刑，那种生不如死的滋味，你以后还可以慢慢品尝。干爹死了，我现在是商会的最高决策人，我现在就放话出去，谁敢替你打赢这场官司，就是与我为敌，我看谁敢帮你。商总在海城只手遮天，我真的好怕呀。不过我已经请到了一位顶级律师，前进。张总，好久不见，又是你这个败类啊！败类归败类，但他在海城是顶级律师，在刑事案件的诉讼胜率高达多少来着？98.5%。98.5%。商总，你之前断我生路，幸亏我又找到了新的目标。这次啊，我一定好好招待你。这个败类很厉害，他最后无中生有，为了赢官司什么都做得出来。这样，虽然我们是老相识了，但是你犯了杀人罪，我会尽全力让法官判你死刑。毕竟，伸张正义是我做律师的准则。你的既然我一清二楚，但上了法庭，我未必赢不了你。凶手为了脱罪，一般都会说谎。我会向法官申请禁止你做自我辩护，看你怎么赢。要赢你，就跟喝凉水一样简单。你身为控告律师，未经允许跟我的当事人见面，我有理由怀疑你妨碍司法公正。再不走，我就发申请吊销你的律师资格。立正之花果然名不虚传，我早就想领教一下。还不快滚！姚郑总，咱们走吧，法庭再见。你说郑德死了，怎么回事？这样，把你知道的都告诉子君。你们走吧，我也是律师，知道该怎么做。志尧，你知不知道老子现在很关心你？命案当头了，你还在这吃飞醋啊？真是不知道你这个恋爱脑怎么当上律师的。你说谁是恋爱脑？我告诉你，我这是在帮你，把你这怨妇的嘴脸给我收一收，别拉低了我的声誉。我没叫你给我辩护，我没叫你给我辩护。要不是他求我，你以为我会帮你啊？他遇到麻烦就推开我，现在我也不用他来管。老子这辈子从来没有对女人低三下气过，我现在求你配合子君打赢这场官司。那你告诉我，那些玫瑰花是不是给他买的？还说不是恋爱脑？滚！
娘，你也是女人，我求求你，一定要为我女儿讨一个公道。不哭不哭，小华来了。我的小华可以长命百岁了。原来这些花是送给李华的妈妈。李华生前喜欢白玫瑰，他死以后，这花变成了他妈妈唯一的寄托。小华最漂亮了，妈妈知道有人追你，你可要睁大眼睛了，可别让坏人拐跑的。当时是你追的李华，我说过，我待李华如亲妹妹一样。其实，当初追她的人是正义。正义？难道说这两桩人命官司是该有个了结了？你女朋友好像很紧张啊。她经常出入法庭，不会紧张。我今天早上都已经看她去了5次卫生间。你应该把心思用在辩护上。你可别忘了我们的约定。听说你打刑事案件从无败绩，只要你能帮之遥脱罪，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你。我帮他赢官司，你娶我当老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妙妙，事情办好了，尽快赶来。不用这么心急，赢了官司，我会娶你。没事吧？来坐吧。下面审理海城商会会长郑德被杀一案。检方律师，你可以开始了。被告陆之遥女士，我问你，你跟死者郑德是什么关系？新认识的干爹关系。我的当事人有权保持沉默。好，那我再问你，案发当天你有没有去过现场？法官大人，我的提问结束。下面我要传召一位证人，他就是被告的男朋友商子阳。下面我要传召一位证人，他就是被告的男朋友商子阳。商子阳先生，你是从何时喜欢上我的当事人？7年前的审讯室，我跟他第一次见面，就被他迷住了。你一个月多少钱？干脆我包养你，价格随你开。他居然在那个时候就喜欢我，原来是一见钟情呀！你们是何时开始的恋爱关系？在出狱以后。那案发当天你们是否在一起？不在。案发后的情绪或者行为有没有任何异常？并无任何异常。商子阳先生，请问你知道被告人的性格吗？他独立、正直，对待工作一丝不苟，这是他吸引我的原因。好了，我的提问完毕。下面请辩方做最终陈述。各位，案子审到现在，检方所提供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我的当事人留在凶器上的指纹。本案的凶器为死者的拐杖，说明案发时凶手和死者有过争斗，而现场毫无争斗痕迹，很明显经过了2次布置。本案疑点重重，恳请法庭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，将我的当事人陆之遥女士当场释放。之遥姐，你要的东西我拿到了。什么东西？
肃静，控辩双方陈词结束，稍后宣布最终裁决。经法庭裁定，陆之遥谋杀郑德一案证据不足，被告陆之遥当庭释放。退庭。这次算你们走运，下次咱们动点真格，我也算是先礼后兵。不用等下一次。法官阁下，陆之遥，你已经被当庭释放，还要干什么？我手上这一份是郑德的尸检报告底本，他详细描述了死者郑德脑后受击力度和创伤位置，与7年前李华案的行凶手法一模一样。荒唐，2件案子怎么能混为一谈？如果你要翻7年前的案子，现在去打报告，法庭会排期再审。我并不是要翻7年前的案子，而是要将杀害郑德的真凶绳之以法，因为这2件案子的凶手是同一个人。证人张子阳，7年前3月2号凌晨2点40分，李华从海商大厦顶层坠楼身亡。监控显示你在2点05分进入大厦，35分钟后李华坠楼。对此你有什么解释？7年前李华坠楼的时候，我在现场。小郑先生，我真的不会喝酒，商总还有事叫我处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今天我过生日，给我个面子。可是商总，王八商总让我，老子追了你那么久，你给我装模作样，还是倒贴生子阳啊！我和商总是清白的，我现在要下班了。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件事干我早就要干的。你说你为什么不？还以为你什么极品，没想到也是个普通货色，伤你们了啊！我跟你说，任天飞，什么？求你不要！装什么装啊？装什么装啊？畜生！你干什么？哥喝醉了，我也不想的，帮我想办法。你闹出了人命，谁也救不了你。杨哥来，他最有办法了。子阳，子阳，哎呀，冷静，冷静啊！子阳，子阳，我知道阿姨不争气，但他毕竟是我唯一的儿子，你无论如何也干爹，人命关天，不可能偷偷了事。子阳，你就看在我从小把你养大的份上，你想想办法吧。干爹，你快起来！干爹，好了，干爹，把尸体扔下去，伪装成跳楼自杀的样子吧。听到没有？动手！可是，这毕竟是人命问题，这事后要是追究起，如果警方真的要追查到底，我来扛。商子阳，你少污蔑我！商总，我必须要提醒你，如果你坚定自己的证词，那就是冒名顶替罪，
一样触犯了法律。如果当时我没有做出错误的决定的话，干爹今天就不会死。正义，像你这种畜生，就早该千刀万剐。正义，像你这种畜生，就早该千刀万剐。那是你的一面之词，这里是法庭，凡事得讲证据。我们当然有证据，在今天开庭之前，我已经让警方去别墅搜查。如果找到染过李华血迹的球杆，你觉得自己还能脱罪吗？你那2个手下已经上了通缉令，你在他们被抓之前认罪的话，还可以算你自首。什么？正义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即便正德的案子不能将你定罪，但7年前李华的死，你罪责难逃。你真的要把生意交给他是吗？子阳回来的这些日子，把商会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你哪一点比得上他？我已经给你订了回英国的机票，你尽快给我离开海城，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。畜生，你这是要造反！别忘了是谁！经过检验，确定郑德及李华2人所受致命伤出自同一凶手。本席裁定，郑德及李华案嫌犯郑义谋杀罪名成立，判处无期徒刑；刘子明知法犯法，从犯罪名成立，判处有期徒刑5年，吊销律师资格。他也是从犯，凭什么不抓他？张子阳冒名顶罪，本应服刑5年，鉴于其已坐牢7年，判处罚金5000，继续跑腿，做足500单好评为止。退庭。谢谢你帮我脱罪。可别这么说，凭你的手段，想要全身而退并不困难。留了后手，居然不告诉我。那也得你先帮之遥脱罪，我们的后手才会起效。既然官司结束了，我们去庆祝一下。也好，不打扰你们，我收拾完东西就回公寓去了。还跟我闹脾气呢？你和他的约定，我都听到了。比起一个心不在我这里的男人，我还是更喜欢钱。商总，把商会的法律部包给我，咱们之间就一笔勾销，怎么样？你从一开始就是这么打算的？没意见的话，那我就当你答应了。好了，看你们这心急火燎的样子，你们就地生个宝宝吧，我就先不打扰了。你不会真的要在这儿办我吧？整天就想学带颜色的东西。这次可不是捡来的。谁要嫁给你？陆之遥女士，本席现在宣判，你要判我什么？判你与我终身相守。